当全球供应链在大国的政策角力下发生重组时，许多人还在担心通胀和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掌握庞大资金的家族和企业早就把资金转向了东南亚。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过去3年里，本地设立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新加坡成为了全球富裕阶层和跨国企业配置资产的首选地。周边国家的资金在流出，而这里的资金管理规模却在不断创下新高。这并非偶然，过去30年，那种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现在的跨国企业运作首要考量是资产的安全，从各项科技出口限制到不断增加的关税，再到频频出台的金融制裁措施，跨国资本正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他们担心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的资产冻结。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认为未来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对于资本而言，将所有资金集中在单一的大国市场，随时可能面临被制裁的风险。跨国企业需要一个在政策上保持中立的运营中心，全球的富裕阶层则需要一个司法体系独立且能规避单一国家政策风险的资产存放地。当许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要求表明立场时，谁能保持中立，谁就能吸引全球资金。这就是新加坡的机会。很多人对新加坡的认知还停留在依靠马六甲海峡发展经济的低税率国家。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缺乏防卫能力的中立是无法长久的。新加坡能够吸引全球资金的基础在于其稳健的国防建设和务实的外交路线。建国总理李光耀曾多次强调，小国必须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常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左右。小国在国际纷争中如何保持独立自主？新加坡的做法是建立强大的防卫力量，并在外交上保持平衡。面对复杂的区域地缘议题与公共事务，新加坡始终保持务实中立的处事方式。亚细安10国国情不同，且发展诉求存在差异，新加坡常会提供中立的交流场地与协商机制，促成各国以沟通的方式处理问题。各类亚细安级别国际峰会与经贸论坛常年在新加坡举办。在安全合作方面，新加坡允许美国的军舰停靠在樟宜海军基地。在经济合作方面，新加坡又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这种稳定的法治环境与多元化的外交策略维系着对外交流的连贯与平稳，也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这里，你的资产不会因为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受到波及。资金需要安全，务实的外交政策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则是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动力。新加坡作为亚细安创始成员国之一，从1967年建立之初就深入参与到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格局当中。当前，跨国企业在制定战略时普遍采用分散风险的供应链布局。完善的港口航运网络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体系，让这座城市国家成为亚细安对接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中转节点。不少跨国企业都会选择把东南亚区域总部、物流枢纽和金融结算中心落地新加坡，再以此为中心进入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广阔市场，覆盖整个亚细安庞大的消费人群。字节跳动的海外管理团队选择在新加坡办公， Shein 也将企业总部迁移到了这里。经济层面的联动是新加坡与亚细安结合最紧密的领域。新加坡主动推动区域贸易规则统一，同时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面对亚细安各国普遍存在的科技产业发展差距，新加坡也在以自身的科创实力逐步缩小区域落差。本地领先的半导体精密制造与生物医疗研发能力正通过合作项目分享给其他成员国。这意味着企业无论是要拓展欧美市场，还是要利用东南亚的生产资源，都可以通过新加坡进行高效的资源调配。
新加坡不仅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地区总部，更在10国共同推进区域融合的漫长进程里承担着衔接与对外接轨的关键功能，优势显而易见。了解了企业层面的动向，我们再来观察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趋势。资金的流向最能反映市场的判断。截至2023年底，新加坡设立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已经超过1400个，而在2020年，这个数字还不到400。这种快速增长的背后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的 13O 和 13U 税务豁免计划。只要投入的资金达到规定标准，并在新加坡本地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活动，通过指定基金投资金融市场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假设你有1000万美元的资金，你会选择放在哪个国家进行管理？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仅仅是为了税务优惠，许多离岸岛国也能提供类似的条件。高净值人群目前更看重的是资产的合法性与安全性。在全球税务信息交换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过去那种隐蔽资金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新加坡拥有完善的普通法体系，对私有产权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并且具备完整的金融服务产业链，这是理性的选择。新加坡目前的稳定局面并非偶然，这是通过审慎的外交平衡、持续的国防投入以及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共同建立起来的优势。在亚细安整体的长远发展当中，新加坡从来不靠人口或地域体量形成优势，而是以精细化的产业布局和高标准的治理模式，为整个东南亚区域在高端制造、前沿科创与规则制定上提供支持。教育与人才领域的双向交流也在不断加强这种深层联系。本地顶尖学府接纳了大量东南亚各地的青年学子与技术人才，这种长期持续的人才往来，让亚细安的区域融合进入到了更多日常层面。目前，进入新加坡进行资产管理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经将 13O 家族办公室的资产规模要求提升到了2000万新币。本地的金融机构目前更倾向于接纳规模更大且合规性更高的资金。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或企业主来说，虽然不一定需要立刻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但这种立足核心枢纽、分散风险的资产配置思路非常值得借鉴。在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中，合理的资产规划将直接影响个人财富的安全。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国际经济动向背后的财富管理逻辑，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